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肠癌多半是拖出来的。医生，身体出现3种异常，最好去检查一下肠镜。张大爷今年75岁，相较于同龄人，身体一直很健康，没有被慢性病困扰。可最近2个月来，他身上频繁出现腹泻的症状，去家门口的诊所看病，说是肠胃炎，连续输了1个多月的液，但症状却没有丝毫的缓解。女儿见状不对，带着他去医院检查，经检查发现张大爷下腹部有明显肿物，肛门指检时也发现肠道内有一个表面凹凸不平、活动度差的肿块，考虑是直肠癌。后续经过进一步的 CT 检查，确诊为直肠癌，且已经发生了盆腔转移。但由于就医的时间过晚，张大爷已经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只能通过保守治疗来延长生存期。肠癌大多是拖出来的。罹患肠癌后，身体会发出一系列的异常信号，如排便习惯改变、大便变细等。这些症状很容易就被误以为是其他的病症，即便是出现了便血，也有很多人会先入为主的认为是痔疮引起的。再加上肠道所处的位置尴尬，检查时需要做肠镜，导致不少人会因为抗拒检查而不及时的去医院。有数据显示，肠癌的发生与肠道内存在的息肉有直接的关系，但息肉发展到肠癌需要几年甚至到几十年的时间不等，在这个中间只需要进行1次检查，一般就可以预防其发生癌变。但很多人就是抗拒检查，发现息肉后也不愿意进一步的处理或者是随法，以至于让良性的疾病一步步的拖成了肠癌。此外，有研究发现，肠癌的发生与不良的习惯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经常久坐的人群，罹患肠癌的风险会增加 40% 到 50%。身体出现3种异常，尽早的做肠镜检查。医生提醒，当身体出现这几个症状时，需要高度的警惕是肠癌来袭。腹部肿块，约有半数的肠癌患者会有该症状的出现，不过在病程早期一般是难以发现，随着病情发展，病灶会越来越大，触摸腹部的时候会可能有明显的肿块出现，一般肿块质地较为坚硬，而且按压时会有疼痛感。腹痛，结肠的位置与阑尾较为靠近，在其受到癌细胞侵袭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疼痛感，但疼痛感很容易与阑尾炎相混淆，对此更要多加注意，发现异常后及时就医，不要妄下结论。排便习惯或者是大便的性状发生了变化。罹患结肠癌后，肿块会侵袭肠道内的空间，继而让大便变细不成形。部分患者会有排便习惯改变的症状，可能为腹泻、便秘，也可能是2者交替出现。病情发展到后期时，还会有异常的便血表现。与痔疮不同的是，肠癌引起的便血多会附着在粪便内部，且颜色较深。理论是，做1次肠镜或能够保5到10年不得肠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曾在2019年世界物联网大会智慧健康发展峰会上公开表示讲话，45岁以上的人群，如果没有做过肠镜检查，一定要尽快的做1次，做1次可管5到10年不得结直肠癌。很多消化道癌症在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等到出现症状时，病程往往是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而临床上很多肠癌是由息肉逐渐的演变而来的，这中间不是以1-2个月或者是1-2年能够达到的，周期大约需要15年的时间。在这中间仅需要进行1次的肠镜检查，就可以预防其演变成癌。
而结直肠癌在50岁以上的人群身上较为高发，所以建议45岁左右的人群要尽早的进行筛查。3. 那么我们该如何的预防结直肠癌的发生呢？第一，减少红肉、加工肉类的摄入。长期摄入红肉和加工肉类会增加结直肠癌的患癌风险。研究显示，高温烹饪如烧烤、煎炸可能会导致风险增加的因素。这可能是因为蛋白质在碳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多环芳烃以及其他的致癌物。第二，减少滥用抗生素。闹发烧来点抗生素，头疼脑热来点抗生素。抗生素曾被誉为是最伟大的医药发明，但因过度滥用正在威胁着人类的身体健康。根据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抗生素用量的递增可能增加人患结直肠癌的风险。该研究团队使用来自于苏格兰社区的医疗数据，对近8000例的结直肠癌患者和30400余例健康人进行了对照研究。结果发现，抗生素的使用会使50岁以下的人群罹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增加了 49%。 因此非必要时尽量的不要使用抗生素。第三，戒烟限酒。吸烟与癌症之间的关系已经无需证明，且没有安全的吸烟水平。JAMA 杂志一项新的研究表明，与非吸烟者相比，每天吸少于1包的烟仍有较高的早期死亡的风险。2021年的7月发表在《柳叶刀肿瘤学》的研究表明，即使少量的饮酒也会增加患癌的风险。第四，多吃蔬菜水果。结直肠癌的一个发病因素中就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膳食纤维摄入不足。所以想要预防，就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的食物。多食蔬菜水果对于预防结直肠癌有着积极的影响。至少蔬菜和水果是纤维素的重要来源。进食时果蔬比例大，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因此多吃果蔬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第五，多食粗粮，少食精细粮。相关的研究表明，一天吃90克的全谷物，如玉米、高粱、燕麦、薏米，能够将结直肠癌的患病风险降低了 17%。 第六，吃鱼。中山大学的研究者于2019年的8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关于吃鱼与结直肠癌之间的关系随机对照的研究。研究共纳入了1189例的患者，分析了摄入不同鱼类与结直肠癌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摄入新鲜的淡水鱼、海水鱼能够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生率，而摄入干贝、咸鱼或者是鱼干与预防结直肠癌的关系不大。第七，喝酸奶。最近一项长达25年的研究调查了32000多名的男性以及55743名的女性后发现，在长期喝酸奶的男性中，结直肠癌的发病率远远的低于未饮用酸奶的男性和女性。研究显示，每周吃2份或以上酸奶可以将大肠腺瘤的风险降低 19%。 这主要原因是因为酸奶中含有大量的肠道益生菌，会帮助减少肠道中致癌化学物质的量。第八，规律运动。研究显示，经常久坐或者是无规律运动习惯的人容易造成肥胖，也会增加患结直肠癌的风险。运动可以促进大肠蠕动，助排便，降低与致癌物接触的几率，也减低致癌废物重复的进入到人体循环的几率。养成每周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规律运动的习惯，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把代谢的废物有效的排出，从而降低癌症的发生几率。此之外，要定期的筛查。结直肠癌的发生与结直肠癌的息肉有密切的关系。腺性息肉发生癌化情形与息肉的大小以及形状有关。大结直肠癌早期并无症状，但可借由定期的接受筛查而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以增加结直肠癌治愈率以及降低死亡率。因此建议人们35岁开始可定期的检查肠道的健康，以远离结直肠癌的威胁。好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